有请这一队，有请男嘉宾小梁25岁，来自广东活动领队；女嘉宾小飞22岁，来自广东销售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谈2年恋爱了是吧？当时怎么认识的？因为当时的话，我们是在同一家公司，然后觉得他挺可爱，而且有时候挺细心的，挺喜欢的，所以当时就追了他。哦，今天是谁要来的呀？我这边要来的，因为他最近这2、3个月的话，他的情绪特别不稳定，老是跟我闹矛盾，然后说要跟我分手。本来吧，2个人谈恋爱，而且都在同一个城市，就感觉的话，2个谈着就像个谈异地一样，就感觉有她这个男朋友跟没这个男朋友就没啥区别。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吧，还感觉挺好的，他这个人，就是自从他换了这份工作以后，就感觉他整个人就变了。你小片里说的现在跟别的女生好像很那个，怎么回事？那时候的话，就是他去出差嘛，然后他跟我说，他下午4点钟就回广州了。我们也很久没见了，然后那时候我就打算给他一个惊喜，就跟他说，公司里面最近要经常加班，然后今天没办法陪你。然后我提前下班之后就去了超市买了吃的，去了他家等他，就想给他一个惊喜。然后去了他家，发现他不在家，那还好我有个备用钥匙。我那时候在他家已经6点多了。我在家等了1个多小时以后的话，听到开门声响了，我就想马上躲在那个门背后，想要给他一个惊喜。结果的话，我给他惊喜，他给我来一个惊吓。他直接领了一个女孩子回来，手里的话还帮别人提着个行李箱进来了。你说我是他女朋友，他见到我的话啥也没说，就来了一句：“你怎么来了？我是你女朋友，我不能来，难道别的女孩就能来你家吗？”那时候确实有点误会吧，我那之后也跟他解释过了。那你有解释过吗？你还把我往地上推了呢。我那是推吗？根本就没有推，好不好？我都摔地上去了。对，人家怎么摔地上去的呢？不是，那时候他看到我们2个的话，他可能特别生气，而且他手都已经要伸出来了。然后我就怕他去跟我那个女同事要去打架嘛，所以我就扶一下他，然后不小心碰一下嘛。我就是想去过去问一下他而已嘛。你那是碰一下嘛，手都伸出来了。那我不就想把别人推回出去嘛？是吧？我当时就以为你就要这样嘛，而且你那时候特别生气。好，你回家为什么女同事带着行李来你家了呢？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话，前3天他也知道我们去佛山那边去演出了，然后当时我们回来都4点多了，然后又得回公司那边去彩排，那彩完排吃完饭的话都7点多了，因为她也是我自己招聘过来的，她是外地女孩，广州这边她也没朋友，然后我这边也出于安全和那个方便嘛，因为我自己也是住了2室1厅，她就在客房睡嘛。那孤男寡女的2个人共处一室也不太合适吧？何况你也是个有女朋友的人。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太多啊，因为那时候明天9点多还有场演出，我们7点多就得出门，这不图个方便嘛，又没有多想。那你对别的女孩子就这么上心，你有对我上心过吗？要在微信上面老是跟别的女孩子去聊天，左一口亲爱的，右一口亲爱的。这不工作需要嘛？不是你什么工作的？我就在演艺那边嘛，演艺的话一般的话要招聘。女孩子工作需要亲爱的呢？不是，就没有他想的那样的，就是我们要接大小活，就要不断的去招聘，像一些礼仪还有开幕典礼那些都要嘛，所以我必须的有些情绪上的安慰啊，然后就是需要这些嘛，而且这也很正常啊。正常吗？那他怎么跟别的女孩子说的？今天天气凉了，他直接就跟别的女孩子说，今天的话天气凉，出门多穿件衣服，下雨了就出门带把伞。你是天气预报啊？解释一下。而且的话，你天天都跟别的女孩子都说亲爱的亲爱的，你有叫我亲爱的吗？哪有你这么说的，是吧？哎，他叫你什么？我特好奇。胖妞。啊？胖妞。不过2个人经常开玩笑说的啊，没有叫过你亲爱的哈。没有。而且的话，他经常跟别的女孩子在一起就算了，我生病的时候，你也没在我身边待过。我那一天的话，刚好急性肠胃炎犯了。
我跟他打个电话，本来想着让他陪我去医院看的，我电话打过去，话都还没说，他就说现在工作在忙，说有事的话待会儿说。那行，你工作忙，我自己去了医院。我那天的话，整天一天下来东西都没吃，我一个人打吊瓶打了6个小时，你到下班了之后才过来。你下班过来，我都已经打完吊瓶，都可以自己回家了，还需要你来干嘛？你当时也清楚啊，我跟你说了，那时候我带着5、6个礼仪过去人家开业典礼，我不可能谢场吧。然后而且弄完之后，我也立马跟他交代一下，我就立马打的就过你那边去了，这样还不可以吗？那你总是找工作忙当借口，那你怎么对别人就那么上心过呢？你对我有上心过吗？怎么没上心呢？那你知道你妈怎么说的吗？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去你妈那里吃饭的时候，你妈就是话里有话的就这么说，因为我是农村的嘛，我是有3兄弟，我哥的话他结婚的时候就是首付的话是我父母给的嘛，然后我觉得我作为老二，那我不能也要父母出钱嘛，那父母的压力得多大啊？那我自己不得去努力赚钱嘛？我就是因为这个，所以我才去换了工作。那我现在这么努力，也是为了我们有一个好的未来啊！难道这样不对吗？你刚才说他母亲怎么说到未来去了啊？因为那事儿没说完啊。因为那时候他父母就说，要想我女儿嫁过去，那你必须在广州市内必须有一套房嘛。那这个真的是压力特别大，那我只能去选择换工作，只能去拼啊。那家里面的话有这个顾虑也是正常的呀。那难道不可能因为这点压力你就一直拿工作来当借口啊？问一下啊，是因为男生换了工作之后出现了问题，是吧？是。这个工作换了有多久了？快1年了吧。啊，那你们现在接触的时间还多吗？有时间约会吗？这1年？少，基本上的话1个星期就见那么1、2次。啊，他今天来态度很明确了啊，是想挽留你。那你今天来是为了什么呢？我就感觉吧，跟他谈这个恋爱，我就觉得有他这男朋友没这男朋友没啥差别。有应该是怎么样的，没有应该是怎么样的？你给我界定一下。就是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嘛，因为本来2个人同一个公司，然后他每天早上的话都会来接我上班，然后到了晚上下班之后一起去吃饭，有时候逛逛街、看看电影，就每天的话都会在一起。后来的话，他换了这份工作之后，我每次找他，他就说忙。明白。过去你们俩不是同事，对不对？是。你对他的工作性质应该很了解，那么请你相对客观地告诉我，他换了这份工作之后，他说的那些忙到底是真的在工作忙，还是借口？我个人我就觉得吧，那他的话客观地说，真是真的那么忙，是吗？是。所以这就是要光回来了嘛。你真想分手吗？谈不下去，感觉。为什么谈不下去呢？他工作又真的是那么忙，为什么谈不下去呢？就是感觉2个人在一起的话，不一定是24小时能陪着你，但是起码他的态度在这里。你感受不到他的态度，对吧？感受不到。也就是希望他理解一下我工作，也是为了未来的生活更好一点，所以就希望你多多理解一下我。但理解归理解，那我生病的时候你说忙就算了，我让你说想你帮我忙的时候呢，那你又在做什么？什么叫你？年底的时候我自学考嘛，要考试。那我本来是做化妆品的话，就刚好那2天有客户上来找我拿单。那你说找别人吧，找同事，现在年底个个都在刷业绩，找了也不合适。他是我男朋友。那也是以前跟我同一份工作，也是最了解的，那我就找了他帮忙。那时候也跟他说，他也答应我了。那是确实啊，可是等我要考完试之后，我再找那个客户，那客户直接就跟我说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去别家拿了。我就感觉这事情特别的生气。生什么气呢？那本来你帮我跟进一下就可以的事情。而且我也看过，你根本就没有跟进过，也没有找过我客户。那手机确实没信息啊，你让我怎么回嘛？那你哪有见过别人来买你家东西的，是跟着你后面求着你去卖给他的？那还不得你去先找一下他？好，还有别的吗，姑娘？有。有什么？
家里面有只狗狗养了有5年多了，一只泰迪，自己走丢了，我那时候特别的伤心，好几天我都在找。那时候我整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我就想打电话给他，他就直接给我来了一句：“我现在在开会，有事回来说。”我心想：你好嘛，你开会嘛。那我等他回来，他回来之后跟他说了以后，他就1、2句没事没事，不要难过，就这么敷衍的就完事了。我就感觉他这个人特敷衍。好吧，姑娘，那你能告诉我离不开的原因是什么？心里还是有他。你的心里还是有他的。对。所以呢，你再客观的告诉我们，你认为他起变化的这1年当中，确确实实像你说的那样，他一点都不关心你吗？还是其实也是关心的，只是你觉得不够？不够，我觉得他对别的女孩关心要比我要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老师们如何帮助这对情侣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好，来说你们2个人的问题啊。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，对吧？你们的对比在哪儿啊？对比在你对自己的女朋友以工作为由不关心她，可是却对自己的女同事那么的细心体贴，知道天儿晚了人家回家不方便，第2天有演出就带到了自己的家里。这么鲜明的对比，搁谁受得了啊？谈恋爱是有边界的，做越界事儿的人是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做了越界的事儿，因为伤害到的是别人。就像刺猬靠近别人，永远不知道别人受伤了，因为刺长在他自己的身上。你们2个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对这段感情是没有边界感的，造成男生今天这样，其实女生也是有责任的。为什么？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纵容他，没有底线的包容他，他知道他做了再过分的事情你都会原谅他，所以他就不管不顾啊。但是如果你们2个人对待感情都是这样的态度的话，一个一味的忍，一个一味的去伤害，那到头来2个人都得不到真正的幸福。所以我觉得女孩，你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底线，亮出你的底牌。男生不要再做越界的事儿，越界很好界定。什么叫越界的事儿？伤害到他的事儿，让他伤心的事儿，就叫越界的事儿。所以好好珍惜眼前人吧，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你带一个女孩子回家，跟我说你俩没啥，谁信呢？对于任何一个女人来讲，你把别的女人带回家了，我觉得天哪，这是天大的事情。不是家里不能请客人，也不是说不能有女客人，而是你得告诉我，你没跟我说一声你就带其他的女孩回家。见面第一句话，如果真的是客人，你又重视他的情况下，你第一句话肯定不是说你怎么来了，吓一跳哈。你应该说的是，哎呀，这位是我女朋友，谁谁谁。这位是我的同事谁谁谁，因为什么什么情况，我相信他一定不会冲上去的。这是第1条。第2条，亲爱的是非常私人的词汇，尤其是在有伴侣的情况下，他能高兴吗？他肯定不高兴啊。他不高兴以后，他就开始有一点小作。女生也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你客户丢了你找他，你狗丢了你也找他，又不是他弄丢的这2个东西。他这么作就是为了要引起你的重视。你看不见他，他现在在你的生活当中排位非常靠后，所以他才要引起你的重视啊。你根本你就不在乎他，现在你今天还想让我们把他劝回去。当然了，女孩子其实根本也不太想跟你分手，我看出来了，所以他才会站在这儿。给到你们的爱情建议就一句话，离他们远一点，离他近一点。祝福你们，谢谢。他躲在门后要给你惊喜，你进来之后你感觉是惊吓，是吗？
为什么会感觉是惊吓呢？你知道他有那个钥匙。我觉得你不是惊吓，你是恼羞成怒，才会推了他一把。就是你自己内心知道自己做了没有分寸的事儿。这就有点像什么呢？就有些男生在外面做了没有尺度的事，回来之后，当妻子责备他的时候，他先倒打一耙，说：“哎，我在外面这么累，我在外面这么忙，你都不能够理解我。”这其实是内心内疚而恼羞成怒的一种表现。现在我问你这个事儿，你觉得你带一个女同事回家留宿，对还是不对？不对，不对，为什么还要对着她发脾气？以你挡在两个女人中间，她们肯定是打不起来的，你为什么还要轻轻地推她一把？不是当时他就手伸出来了嘛，就扶一下。那为什么你不是保护她，而是保护那个人呢？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当时就想着去解释的，然后他手就伸出来就要那个嘛，所以就扶一下。所以女生，我跟你解读一下她的这种行为，为什么她没有感觉到内心的愧疚和错误，反而对你发脾气，是为什么？一个女人如果弄不清楚爱情当中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不重要的，你在她心目中的位置和档次就会越来越低。你就弄错了两件事。房子不是最重要的，一个男人对你的心是最重要的。男人哄不哄你是不重要的，他对你忠不忠诚是最重要的。你说在一开始说要一套房子，这显然对于他来说是一种难以跨越的困难。当你提出了这个要求之后，他久而久之的就把你和一套房子等同了起来。就是我只要有房子，我就能娶到你，而我是不需要对你再有以前的那种什么买早饭呢、接你下班的那种所谓的浪漫，我不需要那样的付出，我只需要买套房子就够了。而后在你种种与他的交流的过程当中，你模糊了你的原则，而只需要一个男人来哄你。事实上在生活当中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，本来这个女生要抓住的是这个男人的原则问题，结果到了最后就变成这个原则被模糊了，变成了男人要哄她了，变成了这件事儿了。结果哄着哄着，女人哄好了，原则也丢掉了，都忘记了自己当初是为了什么而跟你谈论这件事情。所以要搞清楚，忠诚和一个男人对于你的关爱是最重要的。房子或者是哄一哄，那都是套路，原则问题不能模糊，明白吗？你今天不妨跟他说清楚，这1年以来他在你心目当中的变化到底是什么。如果你真的认为这一套房子对于自己来说的确是一种精神打击，你完全可以跟他说。如果你认为在1年的交往下来彼此越来越不适合，那你可以跟他说，没有必要去踩那些踏界的事情，好不好？行，就这。听懂了？听懂了。你们自己听了老师们的分析，适可而止吧，不年轻了，别胡闹了。好了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首先跟你说对不起，确实在这1年中，我有时候是骗了你，但是我的目标、我的愿望还是没有改变，就是我所爱的人还是你，我就希望你能多的理解一下我。我也是想实现一下这个愿望，在广州买一套房子，然后把你娶进来。另外一种方面的话，我也是希望你能就少点依赖，多点独立，让自己过得更好一点，然后也为我们将来做更好的生活。你总是的话让我去独立，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去独立，可以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逛街，一个人看电影，甚至生病了我不需要你的照顾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当我真正独立了以后，你就多了一个前女友呢？啊，为前女友鼓掌是吧？你们在啊？行，谢谢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
来，请关门。这个门会有什么变化呢？来吧，请开门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我错了，我会改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啊！来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见证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前辈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会好好努力。来，送给你们礼物。姑娘，还是要学会去独立啊，有些原则该坚守的还得坚守。行了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